真是不得了啊！海啸狂刀竟如此轻易的就征服了谢天染那老杂毛，真是瞎了眼！这样优秀的外孙都不认，真就不后悔。小鱼儿爷爷感叹之余，心中也泛起嘀咕：前辈，这件神兵我方便当众使用吗？楚风之所以这样问，是因为尽管楚风从皇府天族抢来神兵已能为楚风所用，但毕竟是皇府天族的神兵，皇府圣域他们消失，皇府天族会怀疑到自己身上，但也不可能只怀疑楚风，而是当时在9天之巅的所有人都有嫌疑，所以只要自己不承认，他们便没有证据，至少师出无名。在此之前，自然也不方便直接把皇府天族的神兵拿出来用，但到了这个境界，神兵的加持又是必不可少，否则遇到战力较强的对手，难免吃亏。现在有了这把海啸狂刀，倒是可以弥补一点，但毕竟是仙海鱼族的宝物，楚风不知道此物是否方便食用。方便的，这不是我仙海鱼族的传承神兵，老夫当时拍下的时候也是隐藏了身份，外人并不知晓。小鱼儿爷爷明白楚风说的是什么意思，于是干脆解释清楚：多谢前辈，这正是晚辈现在所需要的。前辈真是雪中送炭。楚风道：哎，这算什么雪中送炭啊？其实这是老夫给你准备的见面礼，这个才是老夫准备的谢礼。小鱼儿爷爷说话间将一个乾坤袋拿了出来，而这个乾坤袋乃是透明的，因此能够直接看到储存空间里面的物品，那里面密密麻麻的全部都是半神级武力珠。半神级武力珠，想当初楚风在古界的时候曾进入天庭圣殿，并且内得到过一颗，而那一颗半神级武力珠也成为了楚风踏入半神境的强大助力。而在这个乾坤袋内，半神级武力珠的数量竟有足足100万颗。当然，随着境界提升，哪怕是半神级武力珠，能够对楚风的帮助也是越来越少。何况楚风提升修为所需的修炼资源本就比寻常人要多得多，甚至这100万颗半神级武力珠恐怕都未必能让楚风的修为突破。但不可否认的是，足足100万颗半神级武力珠，其价值绝对超然。前辈，这会不会太贵重了？楚风都有些过意不去了，毕竟刚收了一件品质极佳的神兵，这自然贵重，但再贵重也比不过老夫孙女太贵重。你救了老夫孙女，若不拿出贵重的东西作为谢礼，岂不是我仙海鱼族失了礼节？孙女婿，你千万不要客气，这是你应得的。小鱼儿爷爷道：爷爷说的对，大哥哥快收着。小鱼儿将乾坤袋接过，塞入到了楚风手中。看到这样的小鱼儿，小鱼儿爷爷也是无奈的很，这不是典型的胳膊肘往外拐吗？好在他是真心实意的要感谢楚风，不然不得被这个亲孙女气死。孙女婿，前辈您还是叫我楚风吧。楚风说道。好，楚风，老夫有一个问题，你到底是怎么将老夫孙女救出来的？之所以这样问，是搜索清雪上界战场的时候，也找到了关押小鱼儿的地方。虽然催动阵法的剩余宝物被带走了，但是耗费掉的仍在。他能看得出来，那个地方是非常厉害的阵法，可以这么说，天神之下难以突破。所以他很好奇，楚风这样的修为是怎么将他的孙女救出来的。前辈，晚辈曾遇机缘，得到非同一般的保命手段，此手段可无视节俭。晚辈正是用这个手段将小鱼儿带出来的。楚风说道。好厉害的手段，怕是远古传承吧？小鱼儿爷爷问。算是。楚风点头，看来老夫的谢礼真的不值一提了。小鱼儿爷爷摇头感叹，他都不用问也能猜到，这么厉害的手段定然是一次性使用的，并且这样的手段比他给楚风的这些价值都要高得高，可楚风却用在了小鱼儿身上，楚风的付出可远比他们仙海鱼族大得多。这样吧，鱼儿你带楚风去我仙海鱼族的万仙淬炼池。小鱼儿爷爷说道。爷爷要偷偷带大哥哥去吗？小鱼儿暗中询问，因为他很清楚万仙淬炼池是什么地方，那里人多眼杂，尽管仙海鱼族的人大多数明事理，不会做对仙海鱼族不利的事，可毕竟如今已经得知玉宗应该在他们仙海鱼族内安插了奸细，若不偷偷带着楚风去，那楚风来到仙海鱼族的事情便定然会传出去，光明正大带着去。小鱼儿爷爷暗中回道。爷爷你不怕传出去七界圣府追究？小鱼儿暗中问。鱼儿记住，你已与你哥和楚风正常接触，不需有任何忌惮。我仙海鱼族如何对待楚风，是我仙海鱼族的事，我仙海鱼族又不是七界圣府的附属势力，自然不用和他们统一战线。允许你们与楚风正常交往，是想向世人证明我仙海鱼族无惧任何势力威胁，但公开庇护楚风暂时是绝对不行的。若是公开庇护楚风，那就等于是对七界圣府宣战了，这是两个性质。小鱼儿爷爷道。我明白了，多谢爷爷。小鱼儿道。因为这个态度正是他想要的，他很希望在楚风面对困境的时候，仙海鱼族是无惧外界压力，能够接受楚风的。好了，老夫还有事要处理，就不打扰你们小两口增进感情了。小鱼儿爷爷暗中传音，旋即又与楚风告别，便直接离开。小鱼儿，万仙淬炼池是修炼的地方吗？楚风问。在万仙淬炼池炼化武力珠会有更好的效果，等大哥哥伤势痊愈，我便带你过去。小鱼儿道。不必了，我在你们这里修炼会给你们带来麻烦。楚风道。哎呀，没事的，这是我爷爷的心意，你就别辜负了，必须修炼，不然不让你走。小鱼儿一脸认真，且说话间还死死抓住楚风胳膊，那个架势，楚风若不去，他是真的不肯放楚风走的。那好吧，
那我现在去。楚风道：行。小鱼儿立即点头。对了，鱼儿，你见多识广，帮我看一下这4个地方可是特别之地。随后楚风大袖一挥，4个地图便浮现而出，分别是图腾天河、血脉天河、神体天河、七界天河，那是祖武界宗剩余4道钥匙碎片坠落的地方。楚风之前拜访武者商会会长，本来也想顺便询问一下这件事的，但结果得知小鱼儿被抓后，急着救小鱼儿，便忘记询问。楚风看得出来，小鱼儿爷爷多半比武者商会会长还不简单，所以就算小鱼儿不知道，询问其爷爷也能知道。这4个地方我知道，是祖武界宗留下的遗迹。小鱼儿道：确定？楚风问：确定啊，这不是什么秘密的。小鱼儿道：这4座遗迹如今尚在吗？楚风又问：应该都还在的，因为祖武界宗的遗迹出了名的危险，连7界圣府都很是谨慎。小鱼儿道：听闻此话，楚风倒觉得这是意外之喜了。5个钥匙碎片，楚风已得到1个，剩下的4个皆在难以破解的遗迹之内。那也就是说，7界圣府想拿到也是很难。楚风还有很大机会。大哥哥，你为什么问这个？你是想去吗？小鱼儿问。只是好奇，有机会想去见识一下。楚风点头。那我陪大哥哥去。小鱼儿道：不用，我自己去就行。你现在还是乖乖留在仙海狱族内，毕竟狱宗的人都盯上你了。楚风道：那好吧，不过大哥哥，你要去的话，7界天河与神体天河这2座遗迹，你千万不要去。小鱼儿道：为何？楚风问。7界圣府那个祖武界宗遗迹早就被7界圣府封锁起来，外人不许踏入的。至于神体天府的那个，7界圣府也一直在破解，并且早在许久之前便传出有了很大进展，就快要破了，所以那里也没人敢掺和。小鱼儿道：原来如此。本来楚风还有些不解，界天染明明知道其中4个钥匙碎片是在难以破解的祖武界宗遗迹内，最有希望的应该就是仙海天河的了，可界天染却并没有自己前往仙海天河，反而是让手下前往。现在他想到了一个可能，那就是传闻属实，也许7界天河与神体天河内的祖武界宗遗迹，7界圣府真的快要攻破了。所以在界天染看来，相比于那个他不了解的地方，那2座遗迹有可能会更快的获得钥匙碎片。当然也不排除有其他原因，毕竟界天染身为7界圣府的府主，如今又是动荡之时，定然有很多事情需要他来处理。之后楚风又询问了一些关于狱宗的事情，不想楚风多想。小鱼儿故意没说他是被伪装成楚风的人骗了，只说自己是大意了。至于狱宗究竟想对他做什么，他也不知道。刚被抓就昏迷了，苏醒的时候已经和楚风在一起了。小鱼儿，你知道我是如何找到你的吗？楚风问。怎么找到的？小鱼儿也挺好奇。我在狱宗内有一个朋友，是他给我提供的关于你的位置，不过这件事要保密。楚风道：我知道，我谁都不说。小鱼儿点头。关于狱宗抓你，他倒是告诉了我一个原因，狱宗抓你是为了给他们宗内的天才提升修为。楚风道：用我给他们提升修为？我与狱宗也没什么联系吧？小鱼儿有些诧异。他们的手段我们也不知晓，我也不确定这个消息是否一定可靠，但你真的千万小心，切记不可一个人行动啊！若要离开仙海鱼族，就一定要有族内顶尖强者保护才行。楚风道：我知道了，大哥哥，我会小心的，我保证再也不会被狱宗的人抓到了。走吧，大哥哥，带你去我仙海鱼族的修炼之地修炼。旋即小鱼儿便拉着楚风来到了万仙淬炼池。那4是高山又4高塔，因为此山层层叠加，每一层上面都有多座散发仙气的池子，池子都不是很大，大的也就几十米的面积，最小的甚至只有1米。当然越是高处的仙池数量越少，散发的仙气也愈加浓郁。这里虽叫万仙淬炼池，但这里的仙池可不止万座，怕是几百万座都不止，所以这里聚集着不少仙海鱼族的修炼者，老一辈的也有，但大多数还是小辈，或是已过小辈但仍较为年轻的后辈。因为小鱼儿和楚风没有隐藏身形，所以很快便引起了许多人的注意。鱼儿殿下，是鱼儿殿下来了。不对，鱼儿殿下旁边的人是谁啊？怎么如此眼熟？他好像是楚风。我的天啊，那真的是楚风吗？借染青之子来到我仙海鱼族了。这些人显然还不知道小鱼儿被狱宗抓走的事情，但看到小鱼儿和楚风，却仍是非常的震惊与热情。我和我哥后面一直在族内的血脉禁地修炼，已经好久没来这里了，还挺怀念的。看着美轮美奂的万仙淬炼池，小鱼儿也是有些感慨，但感慨过后，不由看向楚风。大哥哥，这里的仙池越是向上，仙池内的力量越强，但并不是越是向上的效果便越好。来到这里，全凭感觉，感觉的选择往往最为可靠。现在你选一个仙池吧。已经选好了。楚风说话间便掠向了其中一座仙池，那不是最高层，而是中层位置。楚风感觉这座仙池用来炼化半神级武力珠最为合适。虽说楚风与小鱼儿的到来引起了不小的轰动，但却没有人来打扰楚风和小鱼儿。这是仙海鱼族修炼之地的规矩，因此哪怕这里有着很多人，可楚风的修炼倒也算是安逸。不过楚风的炼化方式很低调，他并不想引起大家的注意，乃是暗中炼化。但不得不说，这万仙淬炼池内炼化半神级武力珠效果的确更好。原本不确定能否突破，但是在这里炼化之后，
楚风觉得自己绝对能够突破，但楚风只计划在这里将所有半神级武力珠炼化，并不打算在这里突破。尽管仙海鱼族不介意他来到仙海鱼族的事情传出去，可楚风还是尽量不想给仙海鱼族添麻烦，毕竟突破会引发异象，有时候异象的大小难以控制。若只是仙海鱼族的人传出去，那这件事也只是传闻，没有真凭实据。可万一楚风突破引发异象，被外面的人看到了，那楚风被邀请到仙海鱼族的事情可就坐实了。而在楚风修炼的同时，在这万仙淬炼池最高处，也有一名青年男子在修炼。忽然他周遭池水沸腾，而他也是睁开了眼眸。我终于踏入了9品武尊，只差一步便能踏入了1品半神了。鱼儿，你等着我，我总会追上你，我会让你明白，我才是那个最值得你信赖的人，也是这个世界上唯一配得上你的人。顺利突破，使得男子脸上笑容洋溢，而他名为仙海硕一，